想各位长官们都很辛苦。那1点多的时候是睡午觉正好的时候，那请各位在这里听我献丑是不好意思。那我想这次特别可以来，我要感谢我们研考会的长官、高处长、副处长，还有中国市台中心，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献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其实我看到我们名单里面有几个我们县府的同仁，农工啊、理事还有我们管区，现在到园林委员会去当长官去了。那其实呢，应该是这么说，我想云林县。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明显的实际案例，然后还有加上我们现在民间单位，那其实都是非常好，可以跟大家做互相沟通、互相探讨。那在这里面呢，我想他给我的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那我尽可能的把我所知道的甚至有做过的跟各位分享。那其实大家会觉得我好像蛮年轻的，确实是，我是29岁的时候被苏志芬县长找去当处长，然后当了4年8个月。那其实呢也破了纪录了那其实大家会想说这么年轻，那其实苏志芬县长在下一个补助，当时他找我去的时候，我也来，但后面朋友说很多故事，我大概会再跟各位讲。那我想说，这么年轻你来当，我跟苏县长讲说，县长，你请我来不能救，得做要好就好，那做了败你都拿，你也得认，那你敢吗？那当然呢，苏县长呢，他也很大胆，我想这是一个值得非常不简单可以给年轻人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记得之前我去2010年当选100大经理人的时候，那个发行人就跟我讲，他说他其实他是出版界的人，但是呢，他出版界的人他看这么多，当然没有任何政治思想。他说，他感觉民进党敢用年轻人，那当然国民党这个区块好像年轻人用的不敢，那他就很肯定在这个区块说，他也希望说更多年轻人出来。所以现在的社会其实是要给年轻人新的时间、新的发挥的空间。那最近我们常常看到说，去澳洲当台劳，其实不是。为什么我们都要把台劳换成一个另外的方向，用台湾人去征服全世界这样的方向去想就好？然后我刚去征服上海回来那所以征服上海其实各位可能不知道未来会有一个非常突破性的。大家会不会从来没想过，未来85度 C 在卖咖啡的时候，顺便也在卖油？那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85度 C 在卖油灵芝，那是我跟吴正学长谈完之后再继续再谈。那现在谈完85度 C 在卖面包的时候，未来他卖米面包，那这些米的米粉是从云林县来的，这些米是从我们云林县出去的周水溪的米。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整个地方特色有行销在这个区块，所以呢还是要感谢高处长跟杨处长让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在整个讲过程其实就只有一个主轴方向。友善土地幸福未来。那友善土地幸福未来，其实在讲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讲，整个我们只要对这块土地其实它可以创造出非常好的报酬来。所以我看到很多的长官名单里面，其实我是嘉义水上人，然后我看到基隆人寿保这些长官来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农产品是一个在地非常好的产业。其实我们看现在社区发展，农村再生。他这些目前为止，那我跟苏志芬县长去开会的时候，我们都是还是这样跟中央长官讲，甚至我们到行政院去开会，农村再生现在还是不会是在做水沟，以前把以前农建会的社会处，那或是内政部的，或者是环保署的这些社区产业把它整合在一起。但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它现在还是会是在做水沟，所以这个产业面一定要加强，否则你如果没有产业支撑的话，未来还是都是一体工程，所以1500亿要花下去，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现在目前执行度，那会有一些落后，没有错。可是实际上我们云林县，我们是用跨局处的方式去协调。那我们是云林县，我们主轴之外呢，整个是用助理项目，所以我们云林县在社区的发展，那社区的申请案件是全台湾第一的那其实最多的因为我是这样想说，因为云林县本来就没有钱。最重要的是计划叫我们赶快去申请钱，所以在这个区块，我们就利用这种方式。那我今天要讲就是说农产品的部分，那我个人算是政务官，那算是临时性的工作人员。那所以呢，我常常在跟我们处内开扩大事务会议的时候，把我们全处的120个左右叫过来，大家一起来开会的时候，我说你们都是长官，
你们都是永久性的，那你们都是要为台湾的农业发展在做努力，那甚至呢，为云林的发展在做努力。而我呢，就说阶段性的我完成了这种，有可能我下个月就到某个企业去。那其实在这个区块上，我毕竟还是要回归到产业链的人。那因为我以前我念加农，然后毕业之后，然后就到大陆去工作，本来是要到佛罗里达去念博士班。然后念完之后，想说回台大去教书，应该是很不错的选择。但没有办法，因为大陆我们家有一些工作在那边，然后投资上没有那么顺利，所以我必须过去解决。所以我去了，就在大陆待了3年多，然后是 SARS 的时候去，很好玩。然后那之后呢，到爱买留拜，然后去创造东台湾。我跟硕士跟做介绍的时候才来云林县。那这是我待会会说明。那也很幸运的，我在最近。可能在8月份的时候，有一卷杂志，其实它是在挑35岁以下杰出青年杰出领袖，那幸运的被他挑中。那其实我在2010的时候是被一些杂志挑为是Best Young Leader之外，还有一个百大的企业经理人。那我想这就是对我个人的肯定。那我在这里面呢，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对上沟通。那对下要沟通，那对上沟通的时候，对上沟通完之后，最起码我在4年8个月的时间，县长给我非常大的空间，会场空间，他从来也没管我，那管我当然是把我叫去白马之外，那实际上呢，他给了我发展的空间，那我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那最主要我们的同仁也全力在配合，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区块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云林县好像做出一点点东西来，当然你要做出那么一点点东西是不够的，必须要靠更多的。这样有想法的人给加进来，甚至是一些老实说，过去其实农业单位，我们自己关系来看，农业单位算是比较保守的，农业单位算是比较不受重视的。那在县长的这么重视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云林县的农业有一些发展。那这是我现在工作来看但是呢，整个今天我想跟各位做分享的部分是在这里，农业现化。外国农业的案例 ，Some Peace and Esprit， 然后之后呢，看台湾农产外销中国，以及台湾农产在地行销，云林好创意在地拓产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其实台湾农产，我算是外销中国是第一个在申请中国大陆的批获准，所以呢，在2004年那一年，台湾农产品出口大陆，特别是在柑橘柳丁这个区块，那出口是72公吨，那时候就出口了68公吨，这是正式合法报关。当然有很多是非法报关的，透过其他途径进去。那我是第一个拿到批文，那这里面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各位分享。那我们最近又看到美国现在就开始就在竞选他的总统。那我们都知道，美国人之前4年前的时候，在奥巴马他在讲说也要改变。当时呢，我们也都知道说相信世界要改变。那所有人当时所有的选举几乎也都是抱着这样的一个主轴，做他们的一个方向在走。那我们说世界在改变的情况之下，农业也要变，但是农业是一个百年产业、7年的产业，甚至自盘古开地以来就有农业。那你要怎么去变？其实农业是变非常困难。像我早上来的时候是在召集我们全县的20乡镇的农所和农会的干部，我们在讨论一个事情，因为农委会要把休耕制度改变，2期改1期。那2期改1期呢，影响最大是在哪里？云林县、桃园县跟台南县这3个县是因为它的休耕面积是最多的，那休耕农民也是最多的。那这里面呢，它本来把1年9万500变成14万，那降低之后，那其实未来会有很大的问题那当然这改变不是好事那我们都知道说，其实真的农业也需要到变革。那现在农业变革，我想大家知道说，大家都必须去提出，可能要自己育也好，或者怎么样，那不应该再让土地让我们这样的方位。那其实呢，我想农业是最好的一个社会产业，农业是最好的一个吸纳社会族群的地方。那当然来讲从那里压力是谁来？你包括化的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之下，这样你就回来继续可以相关这样的方式呢，你去看，其实农业的包容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就用农业的方式去讲在地产业，是讲国际形象。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国际投资大师索罗斯他就说了，农业是下一个金砖，但是这是在5年多前，但实际上它现在就是一块金砖。那这么一块金砖是什么呢？
他投资了烟草厂，它的烟草厂它的本益比超过它电子的厂的本益比，所以呢，你看它先升级度。那自从呢5年前开始在讲之后，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很多在座的这些长官们、这些公务员，或者是很多社会大众，有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可能买一点基金。趁几20年从来没想过说，农业基金也出来。那各位可能没有注意到，在2-3个礼拜前，有一个养猪基金，中国大陆习近平去发展的养猪基金，并且用起兵来在这基金，真的不可思议。所以呢，你看，其实呢，未来我认为说，在中国大陆这个区块浪潮之下，那你会看到它会有引领一些更多的农业基金出来，它未来可能会有粮食，当然现在已经有粮食基金，以农业为主，但是只要在操作粮食。那它现在有养猪，未来可能搞不好有养鸡，那还有呢养鱼基金，全部都会出来。那从来你也没想过说，中国大陆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其实我很多的好朋友，目前还在中国大陆。那这些人呢，他是以前从卖场的采购，负责蔬菜水果鱼肉的采购，那他现在被找去哪里呢？因为他采购蔬菜水果鱼肉对中国市场有了解，结果被挖去某某证券公司大中华区的总经理，他负责什么农业基金。你从来不可思议的情况之下，从采购可以跳到这里面去，而且呢，你知道中国之大市场之大，85度 C 的吴正学就跟我说，他在台湾的月饼卖11亿块，但是呢，在中国大陆到上礼拜4的时候卖100万的，它大概就是台湾的10倍大的市场，那不止啊，因为它是只有在华中华南这个区块，它如果让它从全中国去卖，那不得了。其实中国月饼现在是变成是衍生性的金融商品。那它是一个财务杠杆的操作，很多人可能1盒100块，你一招卖早鸟类似早鸟的方案，一招卖打8折，只剩80块。可是呢，它80块它可以拿出来再卖，它变成是一个衍生性金融商品，我们从来没想过它的尾面还在哪里。那在这个区块呢，我们都知道说，原来其实还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那整个台湾农业，因为我是农业的部分我就讲农业这个区块，其他我就没有办法再多讲。我想今天中国生产力中心也安排了非常多其他的课程，那当然有些课程在跟大家做分享。那这里面呢，我们都知道说整个农业总产值农业预算，其实我们台湾的农业预算是相对的比较少，因为扣掉法定支出，你知道老农年金它也挂在农委会身上，所以你扣掉老农年金之后，你可用的预算就相当少。那好，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云林县或者是整个全台湾的农业总产值4200亿，那云林县大概是700亿，15就省些微买加工品。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对应出来的农业总产值，甚至对应出来的农业预算是真的非常少。你知道吗？韩国政府它在因为牛肉进口所造成的冲击，我想大家都有看到新闻。那其实台大的罗珠福教授他写了一篇报道，说韩国人为什么他不能？那你注意去看，他写的文章确实是说的头头是道。为什么？因为韩国是一个民主性非常高的一个国家。那各位我看韩剧看到很多里面都是开韩国城。那整个亚洲民族性最强的大概就是日本、韩国跟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大陆的新势力上来，我在上海，因为上礼拜去谈你的事情。那官方不到日本参观，民间不吃日本料理，然后呢，每日取消5万人到日本的访问，就是去旅游。那你看像扼杀日本经济就多少？那出去呢，日本人也不敢讲话，因为怕被打。确实是啊，所以你看这个民族性，但是呢，在某个程度是中国大陆它容许的情况之下，或者像这种共产国家，你让他有这样的思维，因为他去怕他乱，他如果现在是以维稳为主，可是他这样乱，你会觉得很恐怖，确实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在这里面，如果假设这动荡会影响到什么？第一个，他们的经济战争，其实我在看是看他们会不会赢，如果真的打起来会怎么样？农业战争会不会打？那会不会变成是一个2次战争？其实大家在关心的点是不一样的。我倒认为它未来会是一个他们两岸的地方是会提到的。所以呢，这里面待会我会再跟各位做报告跟说。其实呢，这里面只是给大家知道一个概念。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整个台湾农业的发展。台湾农业我们都在说，其实早从唐宋明清时代一直在发展。那台湾过去是在这种大帝国的藩属之下，特别在清朝，我们在它的藩属之下在做什么？我们把台湾的很多的农产品进贡出去，所以
家亲福基旅游台湾，到底家去哪里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就创造出一带又来。但实际上呢，我们有非常多的农产品确实是，比如说鹿角当时的樟脑，我们都送到中国大陆去，送到给清朝的历史，或者是进贡去了。那之外呢，我们其实可以把台湾从间接这将近100年来，大家可以分成这几个区块。从清朝时代，那日据时代呢？日据时代，我想大家在座的与会的长官都更清楚，日据时代是一个掠取资源的时代。因为他是要在打仗的时间，他把台湾，当然他领导统御台湾、统治台湾50年，其实也是非常好的时段了。那时候是夜不闭户，那种自然是非常好。然后现在我们70、80岁这些老北老上，那种习惯的要称用这些一分税，但是他这种精神呢，还是有那一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当然现在的这个目前我们很缺乏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我们台湾农产品也做了非常多外销到日本去，甚至到日本军驻扎的地方，第一个砍矿木。所以你看日本的神社，几乎每一个神社下面的矿木都起台湾来，那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很清楚的是状况这样。他不仅砍矿木，把樟脑，甚至农业资源全部都运过去。所以当时他在台湾修铁路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他修铁路是为了运物资，为了运物资呢，是为了运出去台湾运到日本去。那日据时代的状况是这样子。那当时光复之后呢，50到60年代，那时候2位蒋总统在主掌台湾的时候，我们都看得到，台湾当时什么都没有，所以用什么带过来的100万大军也好，然后就全部投入去做农业生产。那全部投入农业生产，或者投入修筑公路建设。投入农业生产的时候，我们看得出来，创造出很多什么凤梨王国。香蕉王国、养虾王国，或者是农业王国，其实台湾是在那时候奠定了我们以外销为主的市场。外销为主的市场之后，因为农业的蓬勃发展，创造出非常多的一个外汇。那外汇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有点钱，用农业去支持工业。所以呢，我们下一个阶段其实就在这里。那70到80年代，慢慢在5060到6070、70、80的时候是怎样？用农业支持工业，工业支持科技业。那科技业之后再回过头来支持现在的农业发展，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发展脉络是这样子。当然呢，整个科技业还是蓬勃发展，没有错。可是呢，现在的农业，我们也希望说更多的科技方向导进来。其实农民相对是弱势，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说他弱势，我们都不喜欢说人家我们是弱势。可是农民呢，真的是在思考上也好，用建厂呢，整个各位可能在座的，或许都可能有些是在位处台北或者是其他乡镇。那你如果有机会到我们沿海去看拜寮台西事务口，我会正好台北刚好老弱妇孺一大堆，少年郎活化，真的就是这样子。要不然村里面就是联合国。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都希望说，其实在发展上，我们希望说有更不一样的发展。那更不一样的发展，所以我们要有更好的方向去引导他们来从事农业。所以在农业上，我们也希望说导入更好的科技产业里面。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太阳能的结合农业的部分在屏东有出来了。那在其他县市慢慢目前在萌芽。那看到植物工厂，这是一个高度科技的展现。高度科技展现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农业的发展方向。那在日本，它目前是这样。那日本呢，其实做植物工厂，它是在发展它 LED 的。那做它不同工厂做取代日光去做生产使用。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发展什么？它发展货柜型的，可以像什么？打仗的时候最好。所以呢，日本人其实也可以打一打，那发展它的植物工厂。然后打仗的时候就把植物用货柜运到，比如说沙特阿拉伯运到伊朗，它里面就是一座植物工厂，里面就种菜。所以呢，他们现在就做这样的一个 business model。那这样子去做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新的方向。所以呢，我记得早期在李金龙主委的时候，在苏家全主委的时候，他们所谈到的新农运动，或者是4大企业产业，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那我们来看，其实台湾农业的发展，它是有理由的。台湾农业发展呢，当然诸如此类农力啦、社会经营问题、水资源的不足、有效的种植规划或者是产入通路的不全。所以每当市场在涨价，我就觉得很多的长官们，特别是中央的长官们说要抓菜虫，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够对。为什么？最大菜虫都在台北，真的就是这样。我每次我去开会，我去农会开会的时候，都是这么讲。
因为呢，我也去开会，我是中高，我敢，所以我都当乌鸦来讲，其他不敢，不太敢讲。那为什么呢？台中在北批发市场，当然我们这个批发市场呢，你去，各位你可能不知道，农民采的硬菜，一箱可能200块，去到位伊也看你水一200开始花花，到尾出50，低于市场的价格，它就变差落，它不处理，不处理怎么办？就有一些盘商就会来带走，或者是他可能有些真的是真的销毁掉，不知道。但是呢，他甚至还可以，你知道吗？可以跟你喝酒喝一喝，那你把它喊低一点，然后就给我200块的东西，他50块就可以买得到。他50块买到的时候，他再出去买，你看，你知道吗？这是长期以来的问题，当然没有人去点过这个问题。那我一直也在讲，所以呢，很多农民就不相信，所以很多农民也自己去国际市场看。你知道吗？产货的时候，农民是拿不到任何钱，还要赔钱1磅啦，你知道不？所以赔钱1磅是什么？他一付那个处理费、销货处理费，所以呢，农民会气愤在这里，所以这才是一个最大问题。中立也没人靠，水行就还好，是他们灭疫的。2天逮到企业系统，所以呢，台北常常当时我记得那时候宋省长的时候，他现在出来选举的时候，是1斤报纸几斤报纸，5斤柳丁买不到1份报纸，或者10斤柳丁买不到1份报纸的情况之下，是什么？因为中间呢，待会我里面有把这个大概计算时间写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中间就是因为这一层一层，那情况之下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所以其实农业是真的，我们是需要让它资讯更可透明，需要它更有一个发展的方向，所以变成是一个在地产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社区把农业变成是在地产业，比如说彰化好像有一些社区卖马家饼或者是拔锅饼，或者是说很多的地方用农业当成是社区产业，直接面对消费者，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做的。那你透过层层的批发关卡，那都是非常辛苦的。那其实呢，台湾有台湾的问题，各县市也有各县市的问题，那云县也有云县的问题。那云县呢，其实在这个城郊市场农村老化地层下降最严重的。那云林县的农业问题呢，其实大家都常开玩笑说，云林农业如果做得好，台湾农业没烦恼。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因为云林县占了台湾的农业总产值的1/7，现在1/6了。那在这么多的情况之下，所有的直销你可以想得到，全部在云林，磨刀。做什么番茄、果类菜、豆类菜、蒜头，那你想到的几乎都是在云林县。那这里面呢，都是每年要花费中央很大的经费。那云林县，你说过去政府怎么去做呢？其实过去县政府的力量其实真的非常小。那当然有些人在公所、在县府，那其实，在农业这个体系里面，还是以农委会去主掌所有的资源为多哈。所以在这里面，它就非常多。所以现在之前我去开会的时候，陈宝基他是以前台大的院长，我们跟他去日本去看了好几天的植物农场，对我非常好。那我还是这样在会议上跟他反对说，如果做休耕要改变，真的要好好做说明，不是一下子长官你说要改就改。那但他跟我说，如果你不改配合，我就把你的这个县市的补助款从这边拨掉拿掉，拿来给你哇。这样一想，你会觉得我这样不配合，好像也是不行嘛。那其实呢，我们在看，这是整个台湾农业的一个现象。当然呢，这个台湾农业的现象。那台湾农业现象呢，过去大家都知道说，台湾农业要发展，要走出去，所以要延续之前的走出去的方向，要去走去哪里？是不是只有两岸？当然，两岸的话，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可是我个人认为两岸确实是，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大两岸的地方。那大两岸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大两岸的地方就是在台湾对日本也是两岸嘛，因为从来没有人定义去两岸在哪里。但是我们从我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定义两岸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其实跟日本也是，跟东南亚也是，跟美国也是啊。美国我们只是隔这一个海过去就是美国了。所以呢，我们说的两岸，我认为应该是大两岸的市场。那大两岸的市场确实是，为什么呢？各位你要去领略我们台湾这几年来农产品出口的一个概况。第一名日本、香港、中国、美国、越南。那这是日本会受遭殃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成为中国的第1大出口国，那这才是最大问题，经济依赖程度过高。所以中国如果给你卡住挡住的时候，你看日本企业我想日本政府撑不了，因为企业全部去反政府，那这里面呢其实最大的问题就会发生了。那另外呢，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其实台湾目前也是这样的一个现象。你知道吗？台湾很多的农产品，甚至很多的工业产品，有些的进口的捷径不能进的，透过香港转到大陆去。
其实我们要把香港跟中国大陆并起来。可是你看香港跟台北一样大的地方，那么多的人，他能吃掉那么多的东西吗？其实都没有办法。他是透过香港转到中国大陆去，这是第三用内服转运的方式。所以呢，很多本来中国大陆没开放的东西呢，其实都是透过香港转过去。那香港到以前香港拖进去就很方便了，你只要有钱就讲得了那其实在这里面还是目前有一个这样的概况。所以呢，我大概前面就是先给大家知道说整个目前的一个现况。那现况完之后呢，我们来看看整个国外的一个实际案例。那国外实际案例呢，其实我们可以看Sunkist跟 Zespri。Sunkist 因为我举这两个，因为国外情况很多，像豆乳日本人都说豆乳那豆也是一个案例。那这两个是因为跟我很熟，所以我才会特别提出来讲。那现在Sunkist已经台湾的办事处已经撤手，那现在台湾没有Sunkist的办事处，是由中国大陆在管。那你会觉得很奇怪以前台湾是有一个Sunkist分公司，那他现在就撤了，现在就只剩香港跟中国大陆。那 Zespri 呢，它有了 Zespri， 目前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应该都把 Zespri 总经理找去各地方去演讲一下，非常好的一个台湾人，非常好，一起带两毛非常好，也跟我们教学非常好。那其实呢，我们两个尽可能都一直在说，其实能把这些案例给说出去，让大家都知道。那我们来看Sunkist。Sunkist 呢，大家想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确实是没有错。因为Sunkist其实你去看咱这边起来干嘛绿丁，那如果你有那个干嘛绿丁，你去看它的那个标牌的话，很多人都会去吃它的品牌。那它其实早期是什么？水果合作社，从来没想过水果合作社可以变这么大。那确实是它现在是一个家族产业，像豆也是一个一样它变成是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整合性的 marketing 的公司。那这里面呢，它是在1891年的时候，中间商他们卖水果，他农民卖水果，那卖给中间商，中间商卖完之后才付钱给农民。那其实跟台湾现在很像。那其实农业都没有变动，目前很多还都是这样子。那这些广告结合自产自销。那自产自销呢？那他们在07年的时候登广告，那登广告的时候提升50%。08年的时候，1908他们用这两个人呢，他就用Sunkist作为活动的名称。那同时呢，他们就Sunkist就开始定下去。那定下去呢，你注意看Sunkist我自己就把它认为上就是当然是阳光嘛，Kist我自己再去把它拆分，就是一个 container， 装在包装箱里面的阳光，你把它打开金色阳光是不是？其实呢，我们台湾的柑橘也是非常好，但非常好。其实我们要出口到大陆，过去都不对，过去都不对，为什么你知道吗？过去不对的因为情况之下，是因为我们都卖不出去，很多的北方来掏了，那是政府领导。就跟对岸讲说，拜托你来跟我买。去的人都是不好的，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去的都不好的是什么？丢丁以前政治采购，所以我都跟大陆的官讲，那些政治采购都没用，因为大陆的第一批采购是我北京的一个朋友，北京国民流动协会，因为他说上面领导下面讲卖嘛，结果他买柳丁第一批去干嘛？在北京郊区摸起多康，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再买起来，第一次是这样。然后在3年前的时候，吴正学买柳丁，他本来讲说85度7要卖，他说因为吴正学喜欢靠人各位他操控，恁北是来做不了工会，去买迄柳丁我无吃，去送人我无爱，所以上海领导实在是害我85度7引出下料皮，那就吵了，因为他也想说要帮助云林县，结果呢，他找了中间人跟他做好工作，所以呢，大家都有一个观念。你等一下再看Sunkist，它是把最好的品质出去。那这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大问题那Sunkist在促销的时候呢，你会讲，他会告诉你，吃我Sunkist是多营养，吃我Sunkist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呢，Sunkist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它整个生产线，所以你看，可能我们教室从这么远到后面这么远的情况之下。